大家好，我是 FCGRJ。那就在今天11月22号，MD 出了最新一期的竞卡表了。那这个卡表会在12月6号实施。那基本上12月6号应该也是会有新卡包的，所以具体来说，到时候还会有更多的更动。对，大家稍安勿躁。那今天出了这个竞线卡表，我先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分别有哪些内容，然后还有对环境来说会造成什么影响，还有这些卡我猜它砍的原因，好不好？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介绍吧。那首先是禁止卡的部分，这一次把这个金千湖禁掉了，我是没有想到啦，蛮意外的。说实话是意料之外，但你要说禁也算是合理啦，可以接受啦。因为就这卡片确实太强了，这卡片在波1更强，就是先手会翻到一些你没办法接受的东西，然后最主要原因应该还是天杯龙啦，就是天杯龙后手金签翻6张实在是太强了，因为天杯龙在金签自助下把人打死，所以就今天这个卡片确实给天杯龙来说就是一张很重要的卡，而且也真的太强了。然后环境的 top 还有包括灵兽啊，然后速生啊，这些卡组都是会用到这个金千虎的，所以可能是过于泛用了吧，而且加上 BO1 先手翻金签可能太强的关系，所以就把它禁掉了。那大概就这样吧。那具体来说会影响到什么卡组？可能上面的牌组还好，因为上面的牌组本来机体就比较好。灵兽可能差比较多，因为灵兽本身真的很卡，然后像是什么鸟啊 VS 这种影响可能比较大一点，就是 T2 的牌组啊，我觉得这个反而砍到 T2 牌组更难受一点。好。那大概就这样吧，就是金千湖禁止。好，那禁止的卡片就金千湖一张，剩下是限制的牌。那限制的卡片有这个 PSY 的伽马，然后白雪跟次元吸引者。好，那这3张。那这3张的话，其实也是偏泛用的卡片啦。先讲赤溪好了，赤溪应该是因为一个是灵兽，一个是天杯。那最主要原因我猜应该还是天杯啦，因为灵兽数据上我不知道怎么样，但是虽然上个月他在 rating 就是上位者的表现不错，但整体来说使用率应该没有到那么高，就使用这张卡最多的人感觉还是天杯龙，那这个一样，就刚前面讲的鸟跟 VS 好像又躺枪了，好，也没办法，因为砍卡表本身就不是看着那些牌组砍的嘛，对吧？所以没什么办法，好不好？就赤溪限一啊，但这卡片限一的话，我自己觉得影响最大的是减少天杯在对环境其他卡组的对称能力啦，就因为赤溪不是一张必入构筑的卡，但它在比如说FTK 多或是60GS 多的时候，你是会想要放的。那减少它的上手率是有区别，但一张赤溪跟2张赤溪，说实话没什么区别，就是影响就是上手率，就你该放你还是得放，就你不会因为 G 是1张或是2张你就不放它，对吧？所以赤溪限一，你该放的环境你还是会想要去放它。比较影响比较大的可能是灵兽吧，因为灵兽本身手坑不多，然后他后手其实还蛮依赖这张卡片。再来是这个伽马，那伽马这个限一就是跟上了 OCG 目前的卡表，那这卡片我觉得早就该限一了。这卡片你具体来说为什么限一，是因为哪个牌组？说实话不知道。你要说天杯可以是因为天杯吧，因为天杯几乎每一副构筑都会放这个卡片，但这牌现在很多能用的几乎都会用啊，就是它太泛用了，而且它先攻的时候用出来太离谱，就是包括上一个 DC 杯你在打 DC 杯的时候，那个优贝尔开王座你可能都不敢挥，对吧？然后甚至它精灵都诱发效果，然后你也不敢丢狙，为什么？你怕中伽马？就这卡片太泛用了啦，对。所以我是觉得他迟早该一的，那现在一我只能说有点晚了，但也行吧，你就至少你砍了嘛，对吧？所以就这个劈头是有差的，而且劈头限一其实影响很大，因为这卡片的上手率一降低，这卡片跟其他手坑不一样，它是要带废件的，它是要带那个身体的，对。那你原本废件比从2:1变1:1的话，是会大大降低大家想要使用这张卡片的那个欲望的。应该说这卡片应该会变得很少人用，除非你愿意带魔法劈，就是因为劈头其实不是只有这颗头，它有很多颗头。
这个是魔法批，然后甚至还有陷阱批、公宣批，好不好？基本上能用的就怪兽批跟魔法批，魔法批也很少啊。对，那我觉得你如果要在 MD 继续用这颗批头的话，基本上你可能还要带这个魔法批，这样子比较符合你带身体的那个效益。就批头这个砍，我觉得是应该的，而且得砍的，迟早该砍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是这个先知，好不好？我只有一张钻的批头，它现在现役了，刚刚好。OK，批头部分大概就这样吧，就太 OP 了啦，所以该砍了。就没什么问题，然后再来是白雪，这个现役我是真的没看懂，因为我感觉他想砍光道 FTK， 但光道 FTK 一只白雪也是可以运行的，你不如砍鲨鱼，就最稳定、最容易达成的 FTK 模式就是鲨鱼。你砍鲨鱼的话，感觉好像比较能接受吧。如果你真的想要砍光道 FTK 的话，那60 GS 的话就有差了，因为1个白血、2个白血、3个白血，那个是有区别的，因为它拍比较厚，对吧？所以如果你是针对60 GS 砍的话，那我觉得是算合理，对。但 rating 比较没有60 GS 啊，很少，就60 GS 更多的几乎是在天梯，我月底打天梯的时候，我发现很多60 GS， 搞不好他是看整体的使用率在砍的，所以砍这白血也算合理吧。如果你是针对60 GS 砍的话，那如果是砍那个光道的话，我是觉得有一点没砍到点上，怪怪的。对，大概就这样吧。反正白雪这卡片现役也还行吧，反正退我60分，挺好。那再来是限2电爆，那电爆很明显都针对天杯龙啊，那这一次都没有砍到天杯龙本家，都是旁敲侧击针对一些天杯龙比较核心的卡片去做砍的。那我觉得砍的都还可以啦，说实话。对，讲真的，那电爆3变2，你要说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？就是上手率的问题而已。但电爆是一张在BO1 更优质的卡片，因为它可以电怪兽，也可以电魔线。尽管大部分80%、90%的对局都在电魔线，但假设你环境内陷阱牌真的很多的话，你还是会想把电爆放到满。那当你没办法放到满的时候，这就有区别了。所以，电爆限2是有差的，但也就是那样，就是有差。我只能说有差，但你要说差到很多，那倒不至于啦。对，那倒不至于，就是选择减少了这样子，对。好，那再来是开3的卡片，开3的卡片就不用讲了吧，就刻读跟这个舞台，这无所谓的，我讲真的就没差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跳过，可以吧？那简单来说，简评一下这个进卡表，我觉得除了那个白雪以外，我个人认为都算砍在还不错的点上。就是 PSY 不管是先手开出来或后手开出来，确实都太强。就早该现役的东西现役没问题，然后电爆也是啊，我觉得电爆在 MD 天杯龙用起来感觉太强了，就你减少一下上手率总是好的，先限2嘛，下次再不行再限1这样子。那赤溪也是啊，这种一卡定胜负的东西最好还是少一点吧，有高风险高收益嘛，你让它只放一张也好，对吧？那白雪的话，我是觉得有点没砍在点上啦。我的期望这张卡是鲨鱼镜子啊，就是那个3阶的扣起的鲨鱼啊，我期望是那张卡镜子啊。就除了这个白雪以外，我都觉得不错。就是针对天杯砍一下它一些泛用卡，但还没砍本家，可能是因为卡包还在架上吧。就是进卡表大概分析讲完，那肯定会有人问说，那主播请问一下 T 表呢 ？T 表我只能跟你说，应该没什么变化吧？就环境的卡组，你这版本玩起来什么感觉？下版本玩起来应该还是那个感觉，就大概那个感觉，没什么彻底被砍死的东西啦。就这边是我上个版本排的 T 表，那因为这个月有新卡包的关系，所以霸王幻咒啊、奇美拉这些可能都可以加进来。我觉得大概在 B 的位置吧。那有一些最近擅长使用魔理的摆荡牌，可能可以排到 A 的末端，或是 A 的中间也说不定。具体来说会变成什么样呢？我们现在重排一下好了。那具体来说，我觉得 T 表大概是这种感觉啊，就是最好的卡组天杯龙，就进卡表后最好的卡组仍旧是天杯龙，包括一些新卡包的影响。那A 级的卡组，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些牌组真的都差不多，可能有些高，有些低吧。就具体来说，还是要看整体环境，就有时候流行的不一样。
那这个魔理是什么？魔理是最近天梯很流行那个开魔理的 P 牌，那基本上就是用那个龙剑那一只，就威风龙剑那一只去解魔理。对，那这些 P 牌包括但不限于霸王幻奏，然后什么龙剑勇士团，干一堆无为博真的各种类型的都有。那我自己觉得都差不多，因为他们摆出来终端都是这个魔理。那我自己觉得这个最近还算厉害啦。然后阎王啊、优贝尔啊，这个看到玩的人不多啦，但也是算有实力。然后灵兽可能是最受影响的，原本我会觉得他跟天悲龙一样在 S 级，但看起来被砍赤西加金签之后，我觉得应该算大伤吧。那本来也就是绝活哥玩的牌，上个月跟风的人慢慢消失了之后，我觉得灵兽应该就回到那个绝活哥擅长的牌的那种范畴内吧。我觉得就环境内有实力，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玩，也不是所有人都一定要去玩的牌组啦，这种感觉。对，然后 B 的话，奇美拉、白银城、烙印这种，就要么绝活哥，要么是针对环境的。对，就奇美拉我自己玩起来不是太差，但你要说它牌效高也不是很高，它就有一种旧时代牌组的感觉，不像现在的系统，大概就这样子吧。我觉得 T 表整体大概就变成这样。那为什么环境不会变很大？我认为我们还是要回来看到天贝龙的卡组结构。就天贝龙这个卡组，它其实主轴很小，我们把所有系统外拿掉来看看。会。我们把所有系统外拿掉来看看。马格因为可以减本加龙，所以我们把它算本加。对，那这个卡组的主轴，只有16张。那换句话来说，就是你怎么砍它的系统外，你只要不要砍到它接触到核心卡组的卡片，那就很难砍到，就是把它砍到比其他牌组弱啦。有它本体的牌效还是太高了。那因为它本家的牌效高的关系，所以它可以携带大量的手坑系统外去做它支持，这些东西就像它的武器库一样。那这次进卡表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砍了什么。它砍了赤西，砍了电爆，砍了劈头，那就是把它的武器库给削弱而已。但你砍了我的武器库里面的一些武器，那我还是可以找其他的武器嘛，只是我的对应面可能没有以前广，我拿到的几率可能没有以前高而已，所以就不影响天杯是优势主角吧，懂我意思吗？就逻辑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你扫了电爆，那我可以原本要扫后台嘛，我可以放大蓝啊，甚至放重启啊之类的。当然你要一样完全一模一样的卡，那不可能，但总是有替代相似的可以替代的嘛。那赤西也是一样，就赤西你扫一张就扫一张吧，那我就抽不到，也没办法怎么样，对吧？当然就这一次的卡表，你整体会影响的是天杯的应对能力，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广或那么好，但它还是优势主流，就因为它本家牌效高的关系，就这样啊。金签砍了就也没办法了，金签虽然很难替代，但它也就一张，就这样，而且大家都没有，也不是只有你没有，是大家都没有金签，不是只有他用的这种感觉，你懂吗？好，那大概就这样吧，这次的进卡表。就这一次进卡表，我觉得是好的进卡表啦，很多都砍在点上啦。毕竟天杯还在架上，所以你不太可能动本家，但尽量要往好的方向去动了。就那个鲨鱼没砍到，就大概就这样吧。其他我觉得都算是合理且不差的改动，就可以更期待一下新卡包吧。然后还有一堆人，好不好？一堆人每天都在问的，龙骑兵、蟒蛇，基本上。我也拍影片了，只是我是今天早上拍的，那因为下午有进卡表关系，所以我要先上进卡表的影片。那大家可以期待下一支影片，我会跟大家讲解一下龙骑兵是怎么一个状况，然后蟒蛇又会不会进去。那这次进卡表出来就可以知道，蟒蛇基本上不会进去 ，OK？ 因为他要进蟒蛇这边会进，所以蟒蛇应该理论上不会进去，我猜啦。那就算我不知道龙骑兵出不出来，因为现在那个消息都不是官方公布的，但对，所以我觉得蟒蛇应该不会进去。然后龙骑兵出不出来我不知道，就算龙骑兵出来，蟒蛇大概也是不会进去。好，那大家可以期待下一支影片。那本期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订阅我频道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到时光上来询问。
觉得我做不错的话，也可以加入会员支持，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哦。我是 FCGRZ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